俄军夜间突袭，无出动无人机消灭俄机群。谢尔斯基称乌军兵力不足，70年老兵上阵，俄军动用管藏级库存。德国计划向乌派遣地面部队，法国飞机遭俄火控锁定。1月17号，乌克兰卢比日国家卫队旅的无人机操作员成功消灭了一个俄突击小组，相关视频已经由该旅的新闻服务部门发布。从视频中我们能看到，俄军试图在夜色掩护下派遣一小股突击小组接近防御阵地，但该小组很快被第4自由力量营的空中侦察发现，并及时定位。当时该营在该地区执行空中监视任务。为了摧毁敌军攻击者，乌克兰军方部署了具备热成像功能和投弹系统的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片黑暗中，头顶传来了无人机的嗡鸣，随后就是无数炸弹落下，甚至都搞不清楚攻击是从哪里来的。面对这种情况，俄军突击队员只能被迫趴伏，并试图隐藏自己的位置。然而他们的行动在装备了热成像的无人机眼前简直就是一览无余。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迅速对其展开攻击，随后完成补给的轰炸无人机再次升空，对藏匿在林地带试图躲避在被摧毁车辆旁的敌军进行了清除。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军方近年来频繁使用小规模突击小组，这些小组通常是由10到30名步兵及装甲车辆组成，利用地形和林带掩护，试图悄悄地接近乌克兰防线。不久之后的19号，28独立机械化旅的坦克兵在托列茨克方向近距离击退了一支俄方突击小组。俄军最近开始在浓雾的掩护下攻击乌克兰邻近单位在旧工业区内的阵地。借助天气和地形的掩护，俄罗斯军队成功突破了防线，并进入建筑物内部。随即一场激烈的近战爆发。由于俄突击小组人数众多，乌克兰的邻近单位急需支援。最初乌克兰尝试通过 FPV 无人机打击敌人，但是由于建筑密集且天气恶劣，这尝试没能成功。然而浓雾对无人机的影响是相互的，俄军同样无法动用无人机，这代表着在俄乌战场上对坦克最大的阻碍消失了。骑士旅决定出动坦克支援，28旅的坦克兵在格罗纳兹小组的指引下，同样利用浓雾的掩护，驾驶坦克接近敌人占领的建筑。随后坦克对俄方阵地展开了近距离的火力打击。由于俄乌坦克大多数经过非法改装以及画质问题，大兵是无法辨认该坦克的具体型号，只能推测可能是 T72 或者 T64。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各位的看法。有观众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用坦克呢？知道俄军位置，用迫击炮或者榴弹炮进行远程打击，岂不是更好？该旅对此解释，当俄军进入建筑物时，仍有相当多的乌军部队在和俄军进行争夺，双方距离不足30米，动用炮击很可能造成友军误伤。俄突击小组显然没有想到乌军还有坦克这种大杀器。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俄突击小组大多是轻装上阵，很少会携带重型反坦克武器，因此就算是老式坦克，面对仅只有步枪的俄军来说，也是致命的威胁。很快俄军的这次进攻就被击退了。在另外一场敌方突击行动中，乌克兰14独立机械化旅成功摧毁了位于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俄罗斯装甲运兵车和攻击机。敌军派出的突击小组包括2辆装甲运兵车和约20架 FPV 无人机，其中1辆装甲运兵车在突击行动开始前就被击毁了。通过这一系列的战术行动，乌克兰军队展现了高效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并有效打击了试图突破防线的俄方小规模突击力量。然而我们也要注意，俄军之所以频繁地使用这种战术，正是因为该战术更为有效。这种战术能让俄军在更广的战线上同时给予乌军压力，这对于当前兵源紧缺的乌军来说还是非常棘手的。1月19号，乌克兰总司令谢尔斯基表示，尽管乌克兰已经进行动员工作，但目前动员能力并未完全满足前线对人员的需求，因此一些原本从事后勤和支援工作的军人正被调转至步兵岗位，以应对这一紧迫情况。谢尔斯基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 TSN 采访时谈到，首先，我已下令禁止将那些经过专业训练、服务于航空器的高技能军人调往步兵单位，因为目前几乎没有人能替代他们。
他说，然而前线的需求非常迫切，我们必须增加机械化旅的人员数量。遗憾的是，现有的动员能力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将后勤、支援和维修部门的人员减少到可持续水平。总部已经了解了这一任务，并进行了必要的计算。2025年1月19号，俄罗斯一辆 BTR-50装甲车出击。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来自冷战时期的历史课本，但如今呢，却成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由上世纪50年代的 BTR-50装甲车组组成的老爷车部队，再次出现在了俄罗斯东部和乌克兰前线。这些曾经被认为是过时的博物馆藏品，如今竟成了俄军前线的珍贵资源。1954年进入服役的 BTR-50本应早已退役，这款重约15吨、装甲薄弱且火力不足的履带式装甲车，曾是苏联军队的主力战车，直到1966年才被更为先进的 BMP-1所取代。长期以来，这些车辆主要任务就是支援后勤和非直接作战任务。然而，由于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惨重，俄罗斯不得不从上世纪的冷战遗产中挖掘出这些旧式装备。根据专家分析，俄军的老旧战车，尤其是 BTR-50，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前线。虽然这些装甲车辆装甲薄弱、火力不足，但他们依然能够为俄军提供必要的机动性。俄军这些过时的战力，往往还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战场环境。经过加装了新炮塔和额外装甲后，这些 BTR-50竟然能继续投入战斗。尽管他们的出现也证明了俄军装备的严重老化。事实上，俄军的现状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可怜。过去几年，俄军的战斗车辆损失惨重，超过15000辆装甲车和重型装备已被摧毁。尽管俄罗斯每年生产了一定数量的 BMP-3 步战车和 T-90M 主战坦克，但远远不足以弥补这些损失。于是，俄军只能依赖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库存车，包括那些早已过时的 BTR-50。有趣的是，尽管这些博物馆级装备在战场上的表现可谓尴尬，但他们依然是俄军为数不多的珍贵资源。事实上，俄军现在不仅把这些老古董重新投入使用，甚至开始用民用车辆，包括小型面包车、全地形车，甚至电动滑板车来替代部分战斗装备。这也成为俄军在资源紧张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最终，俄军的战术可能越来越依赖于步兵的漫步推进，而不是那些老旧的装甲车。然而，无论如何 ，BTR-50装甲车仍然是以其高龄生存下来，成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个活化石。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雷斯近日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德军部队可能会参与到保障乌克兰非军事化区安全的工作中，前提是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皮斯托雷斯在采访中表示，我们是北约在欧洲的最大伙伴，因此显然我们将扮演一定角色，并肩负相应责任。他补充道，关于是否将德国军队部署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这一问题将在适当时机进行进一步讨论。皮斯托雷斯指出，保障乌克兰长期安全的关键是防止未来俄军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击。德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将是确保乌克兰的防卫能力得到提升，并对未来的军事威胁做好准备。此外，皮斯托雷斯透露，他计划在近期访问美国，计划和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政府进行对话，讨论相关军事合作事宜。他表示，尽管美国新任防长仍未确定，但德国希望尽快与美方交换意见，尤其是在2月初的会晤中讨论双方合作的具体细节。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2月，乌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透露，乌方讨论了可能在乌克兰部署一支国际维和部队的提案，为了防止俄军再次入侵的措施。他还表示，乌克兰已经从一些国际领导人那里看到了积极的回应。最近，英国首相斯塔默也表示，英国愿意在乌克兰的维和行动中发挥全面作用，尽管目前尚未看到这种局面成为现实。与此相对，波兰国防部长瓦季斯瓦夫·科辛亚克卡米什则明确排除了在俄乌战争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可能性。他指出，波兰认为在北约框架内应实现更多的责任分担和资源多样化，而不应单一依赖特定国家的军力。
2025年1月15号到16号的夜间，一架法国海军的大西洋2号海上巡逻机在执行北约任务时，遭到了俄军 S-400防空系统的锁定。这次事件呢，发生在波罗的海这一战略要地。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努在社交平台 X 上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俄方的行为具有攻击性，而且违反国际规范。法国的大西洋2号飞机在波罗的海进行巡逻时，正在检查瑞典及波罗的海水域，并扫描了约200艘船只。尽管未发现任何威胁目标，飞机却突然被俄方的 S-400防空系统雷达锁定。根据雷达系统的工作原理，这一操作可能是由驻扎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飞地的 S-400发起的。该地区一直是俄罗斯防空战略的核心区域之一。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飞地，也是其在波罗的海地区防空的战略支点。从2012年4月以来， S-400防空系统便已部署在该地，为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提供空中防护。2019年3月，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的加尔德伊斯克军事基地增设了更多的该系统，并进一步巩固了该地的防御能力。大西洋2号是法国海军为反潜作战和海上监视任务设计的一款飞机，具备14小时的飞行续航和4300海里的航程。其配备的先进传感器使其能够高效监控战略水域的海上活动。尽管这次事件并未进一步升级，但俄方使用 S-400防空系统对大西洋2号进行雷达锁定，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通常被解读为威慑或者展示军力。北约欧洲最高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夫·卡沃利将军指出，这类事件虽然严重，但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屡见不鲜，凸显了北约需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蔓延。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